大家好，我是议员。960的外交结果终于出炉了。至于合作的阵营呢，就是昨天白起大哥所讲的3个阵营打6个阵营。但是我昨天讲过，白起大哥给出这个方案的时候，其实对方1034是不同意的。那因为我本人没有在外交圈的关系，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谈判了什么东西。最后是接受了这个提议。第一个发公告确认的王国就是1875。那他这个公告其实在我昨天发布了影片不久之后他就发布了，但是也是因为只有1875发布这个公告而已，所以我还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最后结果就是这样子。不过最后还是跟960的玩家确认了。但是这个外交结果就引发了蛮多的争吵，有很多人都说这样子分配不公平。但是各位，你们不要误会了，他们所说的不公平并不是5个阵营打3个阵营，而是3个比较强大的先锋王国抱团打另外5个比较弱的先锋王国。简单的来说，就是他们投诉960优势外交。但是在昨天的影片我就已经有分享数据给各位看了。我个人是觉得他们所说的不公平就是960那一边他们的击杀数比较高，但是这里数据看下来其实也没有多高啊。就算是把2268给移除掉了，他们只有4个阵营，还是数据比960那边还要更高的。所以我不清楚他们讲960绑定了2个比较强的先锋王国合作是什么意思啦。如果要说1671的数据比较好看，战力高，击杀又高，但是1034的那边又有1875的数据也不糟糕啊。说2377的数据好看，但是2891的数据其实也是不错啊。就算不要拿2891来做比较，1606的数据其实也是不错的。而且外交结果除了要考虑到王国的实力之外，其实也要考虑到这个王国到底要不要跟另外一个王国合作。所以我昨天的影片才花了差不多一半影片的时间跟大家解释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个王国里面有哪一些人，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白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子结盟，为什么这个阵营跟那个阵营不要合作。不然你们以为我做影片是做来干嘛，跟你们解释来干嘛的。那在昨天我就已经有讲过，960跟2377两个是会绑定在一起，因为 Arvix 的账号在里面，没有办法，你不可能又叫 Arvix 跟 Arvix 又再打多一次嘛。那960又不要跟2891合作，1034又要绑定2891。严格来讲，1606跟1875的数据又不会太糟糕。那假设他真的要选其中一个，比方说1034选择了1606，就变成1875就要被锁厕所，但是他选择了1875，1606又会被锁厕所。假设这2个阵营他都不要选，1606跟1875跟960合作的话，再加上2733，这里的数据是已经高过1034了。1034怎么可能可以接受这样子的分配？就算有玩家可以接受，因为他的战力跟击杀比较起来，其实也算是公平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分析，这样分配基本上可以确定上下的第6区域都是属于960阵营了。那右手边因为1671跟2891合作的关系，我觉得2个王国可以打败1875。但是相反的，左手边1034他就是担心2268没有办法帮他挡着。假设1960是有办法打赢1034跟2268的话，也就变成这里的第6区域直接不见了，甚至2268跟1034会直接被锁厕所。那他们被锁厕所的时候是很难被救出来的，因为上下的第6区域都已经被960阵营给拿下了，他的盟友要过来救也只能通过皇庭过来。那么就算1034跟2268有办法撑着，就可能跟960打的有来有回，一人拿一半的地图，但是只要等到关卡6开放，1606从关卡6冲进来，1034也是直接没了。所以外交结果真的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简单的。我们除了要考虑数据之外，还要考虑这个王国跟那个王国要不要合作，除此之外还要看地形分配，其中一个阵营被锁着，旁边都是敌人，你要他怎么出去呢？那当然的还有其他的选择。1034其实在 DC 外交群呢有发这个图片出来了，不过我看他口气很像是开玩笑而已，大家不要这么认真。不过来分析一下这个地图，如果真的是这样子分配的话，可以明显看到960那一方是特别劣势的。OK， 那么就算960他们不要往下打，不要去打2268，不要打1034，他们走去右手边去帮1671也没有的选择，他往下打的话就要打2个阵营，他们只能选择走左手边打2377，然后跟960会合。但是就变成1606就很惨了，他走哪一边都是死，两边都是有2个敌人阵营，唯一的希望就是960走下来打2268还有1034。那么就算960走下来真的可以打败1034跟2268了，但是最后2891跟1875是完全没有打过架的。
直到黄庭的时候，960应该是废掉没有力了，没有资源，没有加速了。1606能不能出来都是问题，就算1671能出来帮忙打也是很难打的，所以要根据这个海绵宝宝的分配呢是不可能的事情。还有他们会选择这样子分配，也是担心其中一个王国会被锁厕所。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图好像是默认了一定要3打5。那960他不要拿1671的话，他选择其他的王国也是一样会被锁厕所的。那他们选择这样子的合作关系呢，一来就不会锁厕所，二来可以确定有一个区域6是肯定可以拿下的。不过就算是这样子分配呢，讲真的要打也算是很难打的。那960肯定是会往下走，我觉得关卡4的时候2268应该不会出来跟960打。不过1671应该会在关4的时候跟2891打，但是他们跟2891打了之后就要面对2个阵营，所以我觉得他们必须要先考虑清楚到底要不要打。2268他们在关4不打的话，等到关卡5跟1034汇合，关卡5开放2个阵营走出去，直接就面对上1960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1960他们必须要拿下这个区域，就算拿不下这个区域，至少也是要拿到一半，除非1671他们是可以保证可以拿下右手边的区域6。假设960跟1671两边都没有办法打赢的话，也就变成960阵营只有一个区域6，两个门口处，黄庭之战将会非常难受。那么跟1671比较起来，其实讲真的960那一边是比较容易打的，一来就是2268的数据其实不太好看，再加上1034的人数还有数据其实跟960是差不多的，就算是偏低了一点点，但是有2268帮他补回去，所以960在关卡5的时候至少还是可以打，也不会像上次打365那样子这么难打。365的体积实在是太庞大了，他们的百亿联盟明显也比较多，再加上有一个雷震宁帮忙，人数差距又特别多，所以那一场仗是真的特别难打。但是也变成960这里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他必须要拿下这里的区域6，因为1034就算他们拿不下这个区域6，他们还可以从1606那边走出去，2268也不会被锁厕所，他们可以通过1034的关卡6走出去，去到1606上方的区域6。但是前提是不能让960通过他们的关卡5进入到他们的区域5，否则2268就没有办法走出去了。至于到了黄庭，如果1671跟2891有打的话，那么最后没有打的王国只有2377、1606、1875，所以严格来讲1034他们的底牌还算是比较多的，除非这2个阵营有帮忙去挡着关卡6，不要让960突破，或者是走去左手边的区域6帮忙1034打960，否则在黄庭之战的时候，他们将是最后的底牌，保存最大的实力，完全没有动过加速跟资源。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地图分析啦，那你们觉得这样子分配合理吗？还是各位观众有什么见解，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